再来我们讲 graph 的部分，我也会建议你用 O1 或者是 O3 mini high。换句话说，只有纯数学用的是 O3 mini，只要是跟图品、图形或者是跟推理有关的，都会一律建议你用 O3 mini high 或者是 O1。当然你付费之后呢，这两个就会各有一天50次的这个使用额度，所以应该是蛮够，因为你不会每一题都检讨，你只会检讨错的跟不确定的。那我先讲一下这两个模型里面，我觉得哪一个会比较适合？当然是 O3 mini high 比较适合。因为你看，相对同一题里面，比如说像这道题，你看它的标准答案是3跟 C 嘛，如果用 O1 的话，它是有几率是会辨识错误的，所以解错的。好像你看它这边就解释成什么？解释成是3跟 B，就是 O1 的话，虽然也很厉害，但是呢也有一定的错误几率。我们看一下那个就是 GPT O3 mini 的表现就知道了。来可以看到这个关于数学相关的题目里面，你看哦，O3 mini 比起 O1，它的能力又更高了一点。那你说到底那 O3 mini 的 median 呢？刚刚我们用的 O3 mini 的 median，那为什么今天你说数学用这个就好？因为 GMAT 等级的数学跟竞赛等级的数学是不一样的。竞赛等级的数学是真的很难，奥林匹克那种类型的。但 GMAT 一般的数学没有到那么夸张，用这种题型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们要处理像图像这个东西的话，我就会建议用到 High，因为图像就是相对比较复杂。那用的话，这两个的话，当然就是先选择这个，再选择这个。所以你看，像同一道题目里面，我们刚刚说这道题目是3跟 C 嘛，这个是 O3 mini high 哦。你看哦，O1 的话就会变成3跟 B 就会解错，那 O3 mini high 的话就会解成是正确的答案。那你说的 Dusty，那解错不是代表说不可靠吗？那我还是希望回来提醒你一句话：你为什么要去考它呢？他解错，so 他又不会代替你上场考试，所以你要做的不是考他，而是说跟他讲说你解错了，请重新检查你的思路。那当他今天重新检查之后，他就会修正回正确的思路。那你再从这个思路里面去学习，就是你不要站在一个幸灾乐祸，站在一个哈哈哈你错了哦，所以你很烂，不要站在这个角度。你要站的角度是，哦，你错了，但是呢，我帮你修正一下，哦，你重新思考一次，那你重新思考正确了之后，我再来让我学习，站在这个角度，不要站在跟 AI 对抗的角度。所以我当然还是会建议你优先使用 O3 mini high 了。那你看到这里面是可以去放图片的。那放图片很方便的方式是这样子的，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看哦，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哦，不知道你的电脑有没有，但是如果是像比如说 Mac 的话，有一些快捷键，它是可以让你截图。那这个截图呢是可以不用存成图片，可以直接用剪贴簿里面可以让你直接贴上。所以我就会把它剪进来贴上。那我通常截图就只会去截图片的部分，如果是文字的话，我都会直接把它能贴就贴，因为有的时候它辨识文字还是有一点错误，所以只有那种我觉得真的不能变成文字的，我才会把它截图。那但凡能够变成文字的，我都会尽量保留文字的原始风貌。哦，不然它辨识文字万一出错，就浪费我们的时间，浪费我们的对话额。所以想想看，我们还是可以放进去之后，它就会可以用我们刚刚讲的解释的方式，所以最基本先让我们看到好的解题方式，再来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快的解题路径。那你看这边我也会稍微做一点调整，就是在图表题里面，除了代入数字之外，其实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可以去目视猜测。好像比如说像这道题目要问中位数的话，其实我们就只要去算到第17位，第17位我们的目视猜测，我们可以这样子直接快速的去数数嘛，大概从中间开始去算嘛，或者是像你看，如果是像这种图表题，有些时候要我们去求平均数，那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去看这个点它分布的那个密集在什么地方最密集，我们可以用目视猜测的方式，或者是估计数字的方式。所以我这边的指令就稍微改了一下，跟纯数学不一样，纯数学是无法去目视的，但是如果是图表题，我能够目视猜测的话会更简单。好像你看，他就教我们说，如果要目视的话，我们可以大概去数出第17笔是什么地方，大概去算左边16笔或者是右边16笔，就可以很快的发现第17笔的中位数在什么地方。那如果是算平均的话，我们也不一定要真的把数字都算出来，我们可以去看，不同它是要问我们 A、B、C 3种，就是黑点、蓝点跟白点3种哪一个平均是最低的。那我们也不用去每个数字把它加总起来，我们就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它的分布，谁相对较高，谁相对较低，这样的方法也可以去做到。只要你下了对的指令，你下的指令有符合考场的情境跟你的要求，或者是你自己特殊的解题方式，它就会给你最好的方法。那当然，后面这个指令就跟我们刚刚所讲的要不再赘述，它一样会帮你去抓出这个题目要考的关键数学观念，或者是未来题目有哪些特征。找中位数啊、目视简易加总啊、群组特征啊，你适合用这种解法。那如果是表格题的话呢，比如说像是这种表格题，
我就会建议你看这种表格，如果是复制下来贴上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把表格这样贴。虽然你看我们人类在看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这个有点歪掉，但是对 AI 来讲，它是可以自动去整理的，是没有问题的。AI 有自动的资料辨识跟清洗功能，所以你把这个表格贴上去之后，它只要不是中间突然多一个数字或少一个数字，它只要位置就是顺序还是对，它会自动知道它是表格，你就可以直接用贴的。好，就是如果你要用图片的功能的话，原则就是真的无法变成文字的再去用图片。但凡是能变成文字的，请你原封不动的用文字放上去会比较好，因为图片辨识文字 AI 还是有一定的问题。那你看哦，在这个题目里面，它就出现一个问题，比如说解释这个是 support，事实上你看哦，这个题目答案不是这样子的。来，这个题目答案最后一个是有问，是 not supported。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长什么样子。这个题目他说他去做了一个，他这间公司是去为了那些就是那种比较弱势团体的中小企业，他们去设计网站，是那些弱势的群体，他们做生意没有网站，那很可怜，那他帮他们设计网站，那他就顺便做了一个调查，说做这个网站对他们有什么帮助？4种的群体，一种是拉美，一种是这个美国黑人，然后另外一种是亚裔啊，另外一种是这个印第安人，就是 Native American。比如说能够帮这个网站能够帮他们拓展就是顾客的来源，这个网站可以帮他们去增强沟通，这个网站可以帮他们去增强顾客的满意度，然后呢去调查看这个地方是比例。那这个题目要问我们的是说，好，对于下面的3种结论，如果今天文章里的资讯是能够支持的话，那就选择 supported，不能的话就选择 not supported。那我们来看哦，这个地方他说，来出问题在这个地方嘛？他说所有的回答者里面，只有少部分的人关注的是他们失去市场的市占率，关注失去市场的市占率。那我们看一下它原本的推理是什么？它原本的推理是说，表格里面讲的维持市场市占率，在这个地方大概6%、6%、4%、6%，他就认为说，对，真的只6%、4%、4%、6%，这只有极少数，所以呢，这个选项他认为应该是 supported。可是这个其实我们人类一看就知道这个是错的，为什么？因为你看哦，文章里面讲的是好处叫做保存市场市占率，是有6%、6%、4%、6%的人关注。可是这个选项讲的是失去市占率，那失去市占率这件事情跟保持市占率这件事情是不一样。你说6%的人关注能维持市占率，不代表6%的人也怕失去市占率。我喜欢有市占率，不代表我怕失去，所以逻辑上不能逆推。文章里面讲的是6%的人觉得好处是有保持市占率，可是选项告诉我们是这边是失去市占率，和失去占率这件事文章没有讲到。好，那逻辑就把它变等同了。那这个时候你不要去骂 AI，你骂它没有意义，你要跟他讲说这边是 not supported，请帮我重新解释你的思考是否错误。那你看重新推论一次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他直接点出了他自己的问题。对，维持市占率不等于担心失去市场份额，措辞是明显不同。看他自己会发现自己的问题，有些时候他自己没有发现，或者他击飞城市，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中介者的 Dustin 就会帮助你，我亲自用语言帮你解决。那甚至呢，我们还可以做到 Graph 的题目，除了我们刚刚示范的 Graph and Table，就是图形跟表格题之外，还有一种就是 MSR 这种多分页的题目出现的图形跟表格。那么这种多分页的题目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不是只有单一资讯，它会有文字配图表，而且会有好几个分页。那对于单一分页是没什么问题，可是我们考试中面对 MSR 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吸收资讯才能有效率嘛？你不能说3个分页看完天都黑了，或者是一个分页看完跳到另外一个分页突然脑雾了。突然不知道下个分页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指令，我要如何在1.5到2分钟之内快速去吸收这3份资讯？我把所有的分页都贴给他，有没有推荐的阅读顺序跟推荐的关注重点？你看，他就会给你推荐的阅读顺序，比如说先读哪些，关注什么，再关注什么，再关注什么。当然了，我们人类在考试中的做法可能会不一样。比如说，如果你上过中介者的课程，你就会发现 Dustin 的推荐不会是叫你照顺序去看，因为我们的阅读能力没有那么强，我的推荐都会是先去读问句加选项，第一道题的问句加选项，再去根据这个问句加选项看这几个分页。OK，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指令就可以根据来调整。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你的习惯是推荐你的做法是先看问句加选项，再根据问句加选项给你的线索回去找相关的分页。那你看，我这边就直接设定一个，如果顺序调整成先看一下题目的内容，
再根据题目的线索回去阅读图片中的资讯，可不可以帮我去找到一条最短最有效率的阅读途径，而且是要人类的单向思。他就会先做一件事，先去分析题目本身需要找到什么值 A 加 B，再去分析哪些页面有明确的给到 A 加 B，这个没有 A 加 B，这个有 A 加 B，这个页面没有 A 加 B 的数值，那就马上知道从第二个页面才开始去做。那如果有余裕的话，因为我们怕可能有一些细节被漏掉，所以我们会回来去看第一个文字分页，但主要都是用第二个分页的 A 加 B 来做。那这个分页你看还有很明显的讲，这个分页里面根本没有去列出 A 加 B 的细项营收，所以是可以跳过。所以你看它的解题流程跟我们一样，看到这边去强调说他要看的是 A 跟 B 两间公司的合并营收，这边根本没有去把 A 跟 B 的列出来，这边有列 A 跟 B，所以我们主要看这个。但是加起来之后呢，怕说可能题目有一些细节漏掉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回来去看有提到 A 跟 B，但是没有提到数字的这个纯文字的页面，好避免陷阱。你看，这就是跟我们人类的解题标准过程是一模一样。像你看，我这边又再示范了一次，这道题目呢，它也是请他什么，先去分析前面的这个问题，先去分析叙述的内容，再去聚焦叙述里面强调的是年份，所以这个时候就会知道回去定位的地方必须要有年份，就是在哪里 total revenue 跟 RNA 这个表格，这边叙述都有年份，所以我们确定这边没办法，这边有给我们年份，这边也有给我们年份，所以这两个表格要结合起来判断，对不对？好，让你看到它这里都有写每一个叙述要怎么去判断，从哪些表格可以去判断。你看啊，最后得到的答案 sufficient、insufficient、insufficient，都是有对的。那不对也没关系，你就直接跟他讲这个地方答案是另外一个，请你重新检查一次过程。那甚至你可以跟他讲，我是一个怎么样的考生，比如说我是一个很不喜欢看图的考生，或者是我是一个阅读能力比较差的考生，你会建议我先读什么，再读什么，就可以让你去学习到怎么去有效的去吸收资讯，就很 customize，就是你不会只是遵循了一套方法，而是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色，以及根据你在上课中所学到的方法去做个性化的学习跟调整，还有就是根据你的错题去做个性化的练习。但是这边就有个提醒呢，就是说 graph and table， 因为它有图片嘛，所以呢，它没办法帮你去做变体题。就目前它还没办法去做到说帮你去复刻一个什么长条图啊、柱状图啊，或者是复刻一个什么奇怪那种就是什么折线图那种，它还没办法做到。那但是呢，至少在这边我们可以做到检视资讯的流程，检视你的思路就很好了。当然还可以做到一件事，也是一样，就是你可以在做这题的过程中，你可以先把你的思考逻辑录下来，然后再请他去对照他所示范的思考流程跟你的思考流程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这样子是一定要是很好的。OK，那我们今天回来看一下，最后整理成几个 take away。第一个，你刚刚看到了各种花样的启动 AI 的咒语、花式咒语，它都可以帮助你提高你检讨的效率。为什么可以提高你检讨的效率？因为最没有效率的检讨叫做你只是答错了或答对了，看你的解答而已。比较有效率的检讨是回来回顾你为何而错，并且能够未来不再犯错，练习类似的题目，找到类似的观念。而现在最新的 AI 经过适当的调试之后，它可以帮助你做到像刚刚讲这样去做到复线解题流程，根据你的需要去调整适合的解题流程，适合考试中考场上人类可以做到的事情，整理观念，创造辩题题，把观念连接到类似的题目之上。OK，所以整体而言，它可以帮助你的 GMAT 大幅的进步。